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拿竹竿拆房子的东家？现在房屋地基已经打了地脚梁，东家叫我来给他回填一下土。首先，我们把大一点的混凝土块码到下面。今天回填的材料都是以前老房子的建筑垃圾，这些预制板里面有一些大一点的钢筋，东家要我用挖机帮他敲出来。其实说真的，我是不介意敲。现在废铁不值钱，挖机敲钢筋的时间完全可以去买一根新钢筋了。但是东家看着一根这么大的钢筋，如果直接把它麻掉，他觉得有点可惜，所以叫我能够敲出来的尽量帮他把钢筋敲出来。没有大钢筋的预制板就直接挖到地脚梁里面回填掉。说真的，这些废钢筋，如果说东家允许我用挖机把它敲出来，然后把废钢筋给我，我都不想要。建新房子，这些挖挖区区的钢筋根本就用不了，只能拿去卖废品。这地脚梁才打了3天，上面砌了4瓶砖。在地脚梁上面稍微填一点东西之后，我就把挖机开进来了。东家说这些预制板只能放在右边这2间房里面，中间的堂屋和左边的客厅是绝对不能放这些预制板。我也不懂什么意思，也不敢问，照东家说的做就行了。把预制板全部码在下面之后，上面就放一些碎的把它盖住。挖了一些建筑垃圾进来之后，东家要我把挖进来的建筑垃圾先整平，他怕我挖多了进来，到时候又要挖出去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我觉得还少很多，但是他觉得差不多了，我只能听他的。所以我就先一间一间的房间整平，如果哪个房间少了，再从外面挖进来。本来东家地脚梁里面是不填这些建筑垃圾的，他想直接架空，这样可以防潮。如果他架空的话，就没有我挖机什么事了，我就又要小干1天的活。所以我跟东家说，如果你要是架空的话，这些建筑垃圾就全部需要运出去，到时候又要挖机费用，又要货车费用，而且你架空的话，上面需要放把，那些把至少要1个多 W， 放了把之后，上面还要加一层钢筋，再打一层混凝土，七七八八算下来，无形之中东家至少要多用3个 W 以上。东家听了我的分析之后，觉得我的主意不错，毕竟自己也不是很富有，能够省下来3个多 W， 又可以多建8层了。东家省了钱，我又干了活，皆大欢喜。刚刚还在高兴，下一秒就把东家的水管挖断了。哎，今天是不是没有行李？早知道先行3个礼。这里东家要砌一个挡土墙上来，我给他挖了一条小沟，把以前老房子的梁放在下面做挡土墙的地基用，梁上面再放一块预制板，这样就稳妥了，到时候上面再砌砖就可以了。房屋地基里面全部整平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把外面的梁台跟前面的屏也帮它整平，到时前屏跟房屋地基一次性把混凝土全部浇筑好，就很棒。这是没填土的样子，这是填完后的样子。总共9个小时，含泪挣了东家1600，每天多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咦，大哥，你这不能怪我路修的不好啊。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对面那个老六卡特 313C， 因为挖机太老了，39度的天气，水箱容易高温，所以他5点钟就起床干活了。而陈师傅呢，老板5点钟给我打电话，要我来上班，我到8点钟才来。老板就一直拿我跟他对比，说那挖机师傅多么勤快，多么能吃苦。我却睡懒觉，到这个时候才来上班。他是挖机水温高，没有空调，所以只能早一点起床干活。
上午10点钟就下班了。而我这个是新挖机，空调很好，我又不怕挖机水温高，所以我要睡懒觉。诶，这里有个小朋友在看挖机，而我就要看小孩子的妈妈，这才公平啊。但是小孩子的妈妈怎么不在呢？这就有点亏了。今天这个活是一个货车司机给我介绍的，由于路太窄，又有几个急洼，他的货车进不来，所以东家就要我叫3个这么小的货车来给他装土。这3个货车司机我也是第一次跟他们合作，他们以前也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活，几年前在同一个工地上面打过交道，所以就留了联系方式。我们这边90%的货车都是那种能够装8到10方的，像他们这么小的货车，方圆10里还真没有几辆。碰到今天这种事情，就只有他们这种货车才进得来。我帮他们在老板那里谈好的价格是给他们50米一车，到土区的路程不到200米。他们今天是比我还挣得多，装到这里后面就不是东家的土地了，我们就要把坡刷出来，东家要到这里砌一个挡土墙。这根水管有一点碍事，我跟东家说是你自己卡断还是我用挖机挖断，他说自己砍断好接一点。早知道我就不问他了，直接用挖机给他挖断算了。对着前面那挡土墙，我们到这里也挖一条挡土墙沟。沟挖好之后，旁边那台挖机就装了刹车石头过来了。那台挖机那里有很多石头，我们帮老板把最下面这一层石头放好。今天在这里干活，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，就是我装出去的这些土以前是一个老房子，这栋老房子是3兄弟的，我的挖机是右边这2栋房子这2兄弟把我叫过来的，而那一台挖机就是左边那户人家叫过来的。我把右边2兄弟的土装完之后，左边那个东家他跟我说他不需要我的挖机，他说他要那一台中型挖机装，那台挖机比我的大，但是他想要我这叫来的3个货车给他拉土。听到这个话，我肯定心里不高兴，我就跟货车司机说，我说这个事情是我帮你们介绍的，如果你们要给另外一个东家装土，就让我的挖机帮他装。但是货车司机他可能也觉得那个挖机大，装得快一点，所以直接就答应了老板。就这样，他们3个人就把我抛弃了。老铁们，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，事情还没有做完，老板就让我走了。今天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完了，拆房拆得久，总有会失手。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大挖机。今天我拆的这栋房子是我拆过最难的房子，要拆的这栋房子夹在这2栋房子的中间，而且老房子屋顶上的木头插在这2栋房子的墙里面，房东又不在家里面，我们用挖机调个人上去把这些木头全部锯断。我跟领导说，如果不把木头锯断，我根本就不敢拆。这2栋房子当时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，怎么借的时候会把两边的木头插到2栋房子的墙里面？他们难道就没想过中间的老房子会歇拆吗？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拆房子，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，赶紧先行3个礼，无意冒犯，有事找领导。应该是拆房之前就要行礼的，竟然被我忘记了。看来今天拆这房子肯定会有事情发生，我得小心一点，慢慢拆，千万不能闯祸，先把这个安全隐患排除掉。我在挖其他地方的时候，这里总在摇摇晃晃，害怕突然倒掉砸到旁边的水管。今天挣不挣钱无所谓，只要能安安全全的把这栋房子拆了就行。你们看这种墙，一碰就倒。我在挖其他地方的时候，这一面墙一直在摇摇晃晃，
我害怕这面墙突然倒掉，砸到右边的房子。右边房子的墙上还有2个窗户，这一面墙倒的有点多，差一点把下面窗户上的玻璃打掉了。这个灰尘是真的大，隔着屏幕都感觉自己吸了很多灰尘。下面窗户那里还有一个喂鸡的小棚子，不能拆，所以最右边的这一面墙，我们只要把上面拆了就行。所有土砖全部只能往里面倒，一定要先把这个最大隐患拆除掉，才好拆其他地方。有些同行说我为什么不先拆正中间，然后再拆两边往中间倒？我也想过先拆中间，但是你先拆中间的时候，房顶上的木头另外一边搭在外面的墙上，这种土砖墙只要一碰就摇摇晃晃，一根小小的木头都可以把整面墙全部绊倒，所以只能先把外面的墙拆掉，才好拆里面的墙。这里面的茶实在是太多了，感觉整座沙的茶都被房东捡回来了。老人家卡茶不容易，所以我全部把茶帮他清出来。本来想先把这根木头挖下来，谁知道整面墙一下往外面全倒了，后面这个喂鸡的棚子就被我砸坏了。有事找领导，不要找我。整栋房子现在拆了2/3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拆这一边。由于房子的前面我堆了很多木头和茶，挖机不能站在正前方，挖了几下前面还是不好拆，我就把挖机开到后面去，从后面开始拆。拆之前也先行杀个理，就最后这一点点了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了。我先把中间的这一面墙挖掉，上面就只碰了一根木头，一下子就倒了这么多。你们看这种墙有多脆。接下来我就闯祸了，我在推中间的墙，但是突然左边的墙倒了，右边的墙也跟着倒，然后就整面墙全部砸到了旁边的房子上面。2个领导看到这情况直接跑了，就只剩下我和挖机在这里。后来房东说，你要么就是赔，要么就是给我做点事情。我问他要做什么事情，他说帮他把前面鱼塘里面的莲藕全部挖出来。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小事情，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他。先把这条路挖个缺口，挖机开上去，然后把泥巴和藕全部挖上来。第一斗什么都没有，房东叫我再挖深一点。第2斗也什么都没有，别说莲藕，泥鳅和防晒都没有一条。后面又挖了几斗，还是没有。房东说算了，不要我挖了，让我走。今天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